道啊，就是哪有什么真的？我看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搞不清楚他们。哎呀，谁知道？哎，你什么人？来这儿干什么？请问薛奇是不是在里边？我是他哥。哎，去，我们这儿没什么薛奇，你走吧，你走吧啊！卫报，走吧。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？喂，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？不在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打人了！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，我走。嘿，真有意思。是就那样。嘿，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，也确定卫宝住在这儿，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？看来我还是先回去，再找机会来吧。大哥、大嫂，这位是薛奇。哦，是薛平贵的妹妹。老弟，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？魏虎，既然豹弟带了个姑娘来，那就交给我吧。你陪豹弟出去走走，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，我们女孩子呀，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。啊，大嫂说的是啊。小琪，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。是。大哥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坐呀。哎。你叫做薛奇？是小姐。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知道，这是王相国的府邸。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，看见这里好漂亮，好气派，还有您的房间，又雅致又华丽。还有小姐，你好美啊！请问您是？二小姐王银川。啊，失礼，见过二小姐。既然你是豹弟的朋友，就别拘束，别这么客气，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。是，大嫂。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？是，二小姐，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，我爹常常跟我说，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。可是我见到魏大哥，还有二小姐您，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。啊，对了，你跟豹弟是怎么认识的？你可以说给我听吗？宝弟啊，你这步棋下得不错，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，我就不信她不落网。大哥，我现在才知道，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，所以你就一直没找到他。连大哥我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去盖彩楼。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，穿个蓝布衫，肮脏脏的。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。这样，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。哎，大哥，这事儿不能这么做。上次动用官兵，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，这事儿你也知道的。是的，对于这个事情，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，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。这一次，我们得另外想办法，而且得小心。我说豹弟，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。好，那你说说这件事情，你怎么做？这是个好办法，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？这薛平贵，我们还得有所防范，所以这薛奇，暂时把他留下吧。这主意不错。说实话，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。哼，要是大哥喜欢，小弟我帮你。行了吧？你大哥呀，也就是过个嘴瘾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身边有个母老虎，哪敢呢？是啊，大哥，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，你得好好保重。妻管严？
我这气管一直挺好的。哦，你个臭小子，啊，你敢取笑你大哥？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大哥，我是开个玩笑嘛。行了，那你说说，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？我看，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，薛琪，就麻烦大哥你了。行，那你自己小心点，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。气管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你现在的意思是？大嫂，我听威尔哥说，你为人特别好，所以我想求你帮我，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儿。唉，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？我那三妹啊，一向任性，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，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。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？不可以，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。什么？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？是谁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怎么跟他说呢？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，我多难为情啊！薛小妹，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的告诉我，我才好帮你呀。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，所以大嫂，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！哼，好你个薛平贵，说的冠冕堂皇，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。想做我的三妹夫，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。魏大人，回来了。哎，娘子，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。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，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尽管来找大哥，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。魏虎，有事儿来找大哥，大哥会照顾的是吧？娘子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呢？薛小妹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，还是少找他为妙。是，大嫂。来，娘子，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。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绝饶不了你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哎呦，我的好娘子啊，你说我怎么会呢？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，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，这你还不相信我呀？就是知道你还老实听话，我才会帮你的。我知道。到地办事去了，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。那倒不用了，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。薛小妹，豹弟有事先离开了，他要我送你回去。不用客气了，来的路我认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那怎么行？我最疼豹弟了。既然你是豹弟的朋友，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。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，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。啊，你等等啊。来，这块玉佩就当做是我送你的见面礼。小七不能收。哎，你就收下吧。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，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。再说你是我豹弟的朋友，你就别客气了。是啊，收下吧。谢谢大嫂，谢谢大嫂。哎，老王，你的工资最多了，拿着去啊！谢谢工头。给，啊，还有你，
你老婆快生了啊！是是。不是不让你来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再拖来就不要你了。好。谢谢工头。好，给你拿着。啊，动作这么慢，领钱都不积极。好。哟，哎，工头大哥，谢兄弟来了。好了，这个呢是你的工钱。这还有。这一份呢是你看功力的钱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谢兄弟，慢着，你看啊，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，我吃了一个，对吧？味道还不错，这专门留给你的。怎么好意思呢？大嫂给你做的，我不饿，你自己吃。怎么会不饿呢？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，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。你呢，我看好了，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。多谢工头大哥夸奖。哎，不用谢。这2个包子呢，我是特意留给你的，你就不要客气了。现在这个天气呢，也渐渐转冷了，你睡在那个屋檐下，四处透风，真是难为你了啊。吃吧。那我就把它留下了，多谢工头大哥。哎，谢兄弟，这个包子啊，你要趁热吃，尝尝你嫂子手艺，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哈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就吃。好。哇，好香！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吧？好吃。谢谢工头大哥。好。慢慢吃啊。好。晚上一定要注意，小心着凉啊。好。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啊？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，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。这怎么出人命了，魏公子？魏公子，你不是说开个玩笑吗？你哎呦！拿包子给他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，明白吗？我都是人了，哎呀！没事儿，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，找个没人的井，把他丢了，不就得了？就这么定了，千万别让人知道，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。哎呦，薛兄弟呀！哎呦，他们下手也太狠了！你不要来找我，你还没走远，要找你找他们去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是要害你呀！你要保佑我，不是我要害你的。哎呦！哎，行了，别扭了，你腰不疼吗？不，我一想到我的贵哥，哎，不过我说呀，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？哦呦，大哥，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？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，大白天他可忙着呢。哎，这话有道理。
我说大哥，现在天黑了，比较冷了，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，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。这再说了，他穿成这个样子，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？大哥，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你说什么？我呢是漂亮到吓人，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。哎，你说我倒霉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，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。你欠扁了！你怎么又打我？你不心疼吗？谁叫你大嘴巴？我就是爱扁你！爱扁你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行了，吵死人了！你们俩呀，别一到一块儿就斗嘴好吗？烦死了！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，你自己爱喝吧，别拿你二哥当借口，真是。大哥，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，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？大哥，你看看嘛，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？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？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？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，但惊吓是肯定有了。惊吓，惊艳到惊吓，漂亮，我喜欢。大哥，惊艳到惊吓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好，行了，你别做给我看了啊，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。酒菜还我。高头那边有人来了啊！快呀！走！好疼啊！哎呦！小青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没事吧？哎呦，好疼啊！来，起来！哎呦，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？啊，我的韭菜！咦，你没事，睡在那边干什么？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。贵哥，贵哥，哎，老二，是贵哥，二哥，贵哥，二哥，平贵。小姐，你别怕哦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平贵他，小姐，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梦，做什么梦啊？我梦见薛公子，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，我害怕他。小姐，你别害怕，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我很少做梦的，刚才这个梦很真实。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，一直到现在，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。啊，这个梦让我好害怕。小莲，我有预感，薛公子他出事了。啊，小姐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呢就先休息，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。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。嗯。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，你四处去找找，去问问。嗯，放心。贵哥，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，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，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，连一眼都没有看到。哎呀，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，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？就是，你不是懂艺术吗？
快救平贵呀！对呀，就是啊。对哦。哎，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、草药，还有什么营养液全都给我搬出来！草药、医药箱，快！快！哎呀，你赶快生火烧水！我也去帮忙。走，跟我来！去，快点儿！大哥，你看，贵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？你不是懂医术吗？我又不懂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怎么办呀？拜菩萨，菩萨保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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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保佑我们的二哥！服了这么多药，怎么一点起色都没有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之前也救过贵哥他爹，我现在什么药都试过了，我怎么知道他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老大，这可怎么办？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！这才刚结义没多久，别说有福同享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！笑什么笑？都什么时候了还笑？就是啊。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？哎呦，挺吓人的。你把女装换了吧？就是啊，小青，你这样我们看着不顺眼。我不要啊！贵哥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的这么漂亮，我不要换，我不要换！贵哥还没有看到，我不要换，我不要换！好啦，小青，别难过了。大牛、阿狗这，你们去弄2个担架，我先去请周大夫。哦，好。小青，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，啊，咱们撤回老巢。啊，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？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，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，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。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大哥，夜间守城的关羽我认识，咱们就连夜出城。贵哥，周大夫，周大夫，有谁呀？周大夫，是我。谁呀？深更半夜的，哎呦，是葛大呀！哎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周大夫，您救命啊！没您救命啊，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。来，干嘛？你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大牛、阿狗，哦，来了啊！来做这个，很远吗？不是，这不晚上吗？危险，怕您呐不安全。来做这个安全点。来，坐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我得带点药啊。我想应该是中毒。是中毒啊？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，我去拿啊。哎，好了，谢谢啊。等我一下啊。麻烦你快点啊。你把它往街上一丢，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。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哎，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。让你把他埋了，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这是饭桶。是魏公子。什么是魏公子？说是饭桶吗？不是魏公子，我是饭桶，消气儿。
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？要是他没死的话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应该是死了呀，我看见眼睛这么大，七窍都流血，是死了。那好，那他跟谁有来往？平时，哦，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。叫花子？对。工头，哎，工头，工头，魏公子，就是这个女的，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啊。那你就告诉他，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，知道了吗？哦，是。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小姑娘，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，你怎么老来呀？不是，我是王相府的人。我问你，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？薛平贵啊，他昨天晚上领完工钱就已经回去了。你不要来了，走，赶紧走。等一下，他去哪儿了？喂！哎，卖包子嘞！拿好啊，这样，拿好。哎，2位要吗？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？有没有？那这个人，有见过吗？没见过。没有。姑娘来看一看吧。哎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没见过。哎，你有见过这个人吗？谢谢。哎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？啊，见过吗？这个人？啊，没有啊。小姐，您赏点钱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走好啊。哎，老板，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？啊，没有啊。哎，没有。谢谢。赏点钱吧。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？有没有？我没见过，赏点吧。常跟乞丐在一起的。没见过。没有啊。小姐，赏点钱吧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工地不见薛公子，和薛公子认识的那2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。唉，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？唉。哎呦，糟糕了，薛公子不见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哎呦，薛公子啊，薛公子，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？在哪儿呢？小姐，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？小姐，我刚刚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，结果他们跟我说，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。走了？不可能的，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，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，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，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小莲，我的梦很真实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！哎呦，小姐，这全长安这么大，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，就是没有人认识他。你要我怎么找啊？哎，小姐，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。大姐夫？你叫我怎么开口呢？对了，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？那我去找他们，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。哎，小姐，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哎。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？
不知道啊，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，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。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？啊，全长安啊！啊，哎，小姐，全长安这么大，就算要找，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。不管多久，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。王后驾到！待战，王后到了，你还不快起来？怎么啦？又在发脾气啦？母后，您倒是评评理，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，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？哎呀，待战，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。这一趟去中原，一去就是2、3个月，母后是早也想，晚也想，都在念着你。怎么？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？女儿当然想您了，女儿日日想，夜夜想，吃饭的时候都在想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就留在宫里啊，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，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。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怎么能告诉母后，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？待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？跟母后直说吧。就是啊，待战，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说啊。母后，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？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，表哥说的并不尽然。再说了，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唐看一看，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。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，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唐也是有帮助的嘛。哎，待战，你说的也对。对于攻打大唐的主意，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。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。只是你父王他，你也知道，你父亲个性懦弱，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，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。是啊，王后，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。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，考虑周详，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，确实是上上之策。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。好啊，你们都在赞扬凌霄，哼，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，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。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待战，你看看你，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，学学人家丽娜，多乖巧，多懂事啊！谢王后夸奖。待战，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，就听我的，别去了。小金，我采药回来了。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关他2天药了，还是没什么起色。
还有，大哥说要去请大夫，到现在还没到，真是急死人了。我说小青啊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？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但愿吧。好了好了，代战，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，别说是母后想你，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，丽娜也闲得慌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。听母后的话，就留在宫里，好好陪陪母后。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，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，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！母后，丽娜，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，不准她出去。是。王后，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，让我跟表哥饯别吧。这也是应该的。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饯别，就带着代战一块儿去吧，让凌霄也好劝劝他。还有，记着，你也劝劝代战，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，这样母后也好放心。是王后。代战，别生气了，听我的，先跟凌霄说说。有什么可说的？他本来就不想我去，现在母后也不赞成，他更是理直气壮。你放心吧，我跟他说一说，他应该会答应的。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，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。哼！停！哎呦，我说葛大呀，咱们是有交情，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。这从天黑抬到天亮，抬了大半天了，抬到这儿，这是哪儿啊？周大夫，快到了，你看，前面武家坡，再过去一点就到了。啊，您再辛苦一会儿。哎，您放心，这医药费啊，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。哎呦，好，有没有救啊？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，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？嗨，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，我相信您一来，一定可以药到命除。没规矩没礼貌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？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！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就是嘛，什么药到命除，是药到病除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缝起来。啊，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，所以才会说错话吗？哼，周大夫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这种毒啊，我略知一二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，我还没有把握。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，葛大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呀。哎，大夫，这你就不用担心，我们也攒了一些钱，救人要紧啊。对啊，大夫，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，把药抓好，行吗？那个大牛阿狗，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。哦，好。哎，周大夫，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？这点钱啊，够抓2帖药啊。这样吧，先给他抓2帖药，每隔3个时辰给他吃1帖。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，然后我再换个药方。哎，谢谢大夫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。哎，大夫您慢走啊！大牛阿狗，送大夫回去，快去。哎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一定要把评委救活啊！谢谢大夫。找到了没有？人是没有找到，不过呢，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，他们跟我说，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。那事不宜迟，赶快叫人准备轿子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姐，你现在就去啊？我相信，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，就能找到薛公子。哎呀，可是你是千金小姐，
你怎么可以去？小莲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？小莲，我是担心薛公子。哎呀，小姐，我知道你担心，你心急。好吧，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。老天爷，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。魏公子，末将确实看见那2个乞丐已经进了城，在沿街乞讨，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。走。哎，魏二哥，小琪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，我上街去。是。这样啊，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，可是都没有找到他。如果你要上街的话，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。你要找你大哥？嗯。其实，你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你大哥已经离开了。离开工地？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？这个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他一定是在躲避我，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，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。小琪呀，你放心吧。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，你就安心的等着吧。啊。慢走，公子。对了，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，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，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。大哥，你看，要贵是贵，还真是有效，它已经有起色了啊！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！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，太好了，果然是有用的啊！奇怪，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？停轿！哎，停轿！小姐，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停轿啊？现在怎么样？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，小姐，不如你在这边等等，我到前面去问问看。嗯。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，一直心神不宁。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。小青啊，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，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。我没事，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，我再怎么累都不怕。小姐，小姐，我问到了。怎么样？他们说啊，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。我们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啊。老大，
药呢？你怎么搞的？你叫你去抓点药，结果你给我空手回，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？你以为我们是谁呀？大户人家吗？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，咱们已经买了10几副药了，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。唉，谁让咱们是乞丐呢？本来就没什么钱。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，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？我不管啊，大哥，你要想办法，想办法。好，大哥去想办法，好吧？政委，我们去多要点钱，能要多少要多少。老大，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，玩命的多要钱。对，要多少算多少，快去，多要点钱救贵哥的命。好，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。我们去了。哎呀，快去呀！快去呀！怎么搞的？第一次换女装，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，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啊我？哎，刚出笼的包子，热腾腾的包子，哎，看看喽。大爷，给点吧。谢大爷，给点钱吧，大爷，给点钱。不要错过。大爷给点钱吧，大爷给点钱吧，谢谢晚上开。给点吧，谢谢呀，给点钱吧。哎，老大，摆的钱多，多要点啊！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，求求你了，行好吧，好吧，小姐，求求你了，给点钱吧，给2个吧。君，大爷，你赏2个吧。带走吗？哎，走吧。哎，君，卖花伞，卖花伞。大爷，给点钱吧，大爷。谢谢大爷，好人一生平安啊。花伞。老大人呢？老大。哎，好嘞，拿好，走好啊！哎，谢谢了。老大，你去哪儿了，老大？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！你不是说没手吗？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，那我就把它剁了。别！大爷，别！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，人家才会给我们钱。大爷，你放过我吧，真把我的手给剁了，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大爷饶命啊！好，不剁你手可以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？薛平贵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，要不然……没事，我认识薛平贵。那他人呢？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？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？我问你呢，薛平贵人呢？大爷，我说实话吧，薛平贵我认识，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，就为了图个温饱。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，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
是，大爷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哎，对，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，这西街那边，你们愿意的话，可以去找他。哦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不信的话，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。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。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，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。薛平贵真的死了吗？如果薛平贵没死，到底在哪儿呢？小跑！哎呦！算你倒霉！魏公子，只不过是个要饭的，没必要下手那么重。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未报的仇人。魏公子，咱们还是去找人吧。别让我再看到你！老大，赵伟，老大，老大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？谁把你打伤的？这是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快带我走！老大，老大！大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大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别躲着我行不行啊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小姐，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！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，我来找就行了。我们一起找。啊？哦。哎，奇怪了，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，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？这庙应该还有后殿，你去找找看。哦，那你在这边等等，我去找找，马上回来。等一下哦。平贵，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？你到底在不在这儿？你可知道，我真的很想见到你，平贵。你是谁啊？你……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叫王宝钏，你是……我知道了，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。你大哥？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？我问你，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？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？我知道，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，对不对？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？你是想烧香拜佛，还是想祈求月老啊？我们两个从未见面，也从不认识，可是看你的样子，好像很讨厌我似的。对，我就是特别讨厌你。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？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，不计其数吧？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？我不是缠着你哥，是你哥救了我。我哥哥救了你，你就要以身相许吗？不是的，好了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。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，
你说什么？你哥已经有了婚约？对，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。他是谁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？你是谁呀？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呀？你给我住嘴！小姐，你在旁边等着啊，我来。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？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，我还想打她呢。你试试看啊！小莲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狗我已经打了，就看主人怎么样了。小姐，你别管，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跟他拼了！住手！平贵为人，光明磊落，正义凛然，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，这么刁蛮？你又不是我大嫂，你凭什么教训我啊？小姐，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，我们别理他，走。哼，站住！王宝钏，我警告你啊，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。行，可是这句话，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。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，我王宝钏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。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。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不见了。哎呀，小姐，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，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。王宝钏，你少假惺惺，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。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，我会来这里找他吗？大哥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，是知道他在这儿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心中有一个预感，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。再喝一口，多喝点。贵哥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？好多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知道吗？你可把我给急死了！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。我昏迷了好多天。是啊，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，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，昏死在那儿。哇，好吓人呐！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，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，然后我就吐血了。贵哥，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中毒了？中毒？我怎么中毒了？真的，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，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，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，不然呢，你的命就……这两个包子呢，我是特地留给你的。哦，你就不要客气了。吃吧吃吧。啊，那我把它留下来了，谢谢工头大哥。哎，薛兄弟，这个包子呢，你趁热吃，尝尝你嫂子的手艺。这么一冷啊，就不好吃了啊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就吃。好香啊！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好吃好吃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好。慢慢吃啊。晚上一定要注意，小心着凉。哦，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，想要毒死你啊！可是，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，他怎么会害我呢？不过，除了那两个包子，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。贵哥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。这里是？这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。寒窑？对啊，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，说这里呀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，现在废弃不用了。
因为能遮风避雨嘛，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。喏，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。喂！哎呀，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贵哥，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，先把病养好再说啊。小青啊，我昏迷的这几天，都是你在照顾我。哎，不只是我，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。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，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多说了，你现在需要休息啊，我去熬点粥给你喝。小青，谢谢你。你不要再跟我说了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贵哥，你需要多休息，你坐下来，我去熬粥给你喝啊。哦。小心点啊！葛青，大哥，葛青，你快点！轻点！大哥，小心啊！大哥，这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张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，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。是啊，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！气死我了！大牛少侯，大哥需要有人照顾，你们把他扶到张伟的窑洞里去。好，大哥，慢点。张伟啊，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。还有，我大哥受伤的事，千万别让贵哥知道，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。放心吧。葛青，你要去干什么？我要去找魏豹报仇。阿狗，他住哪儿？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，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。走开！喂！哎，二哥啊，政委，你醒了，二哥。啊，来，我扶你起来。来，小心啊，小心啊。二哥，这碗粥还热着呢，趁热喝吧。张伟，哎，谢谢你。嘿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谢什么呀？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，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。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。说什么打扰？你可是我二哥。只要你没事儿，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。这不行。二哥。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！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吗？现在你有困难了，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你身体养不好，怎么去做工赚钱啊？那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哎，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？大哥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。啊，二哥。你先趁热喝粥吧，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你是谁？你们谁是魏豹？你是谁？竟敢来行刺我！是你！杀！等等，小琪，你认识他？是，他是葛大的，他是葛大的弟弟。
葛大是谁？就是那个乞丐头啊！乞丐头的弟弟。啊，威尔哥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，所以，请你看在我的面上，饶他一命吧。把他抓起来。是。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哼，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，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，他就是死路一条。魏公子，不如我把他送回去，交给魏将军处理。威尔哥，不要。不用了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，下去吧。是。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，让我武功尽失，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？我告诉你，等我的穴道解开了，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。把他给我关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放他出来。是。你还打伤我大哥，我咒你不得好死！老实点，你会有报应的！啊！你打伤了他的大哥？啊，是啊。为什么呀？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，占地为王，整天扰乱百姓。你也知道，我哥是负责京畿安全的，那长安城里的治安，我得帮他。真的吗？嗯。你没有骗我。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？啊，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？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楼，我就帮忙去找了。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，对我出言不逊，我就打伤了他。你看那些乞丐，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。小齐呀，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。我也不喜欢他们，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。只是当初啊，不用担心，你都替他求情了，我是不会杀他的。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？我把他关起来，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，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。威尔哥，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？气死我了！没想到那个魏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。他把我关起来，不让我出去，到底在搞什么啊？哎呀，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啊，还有我大哥呢，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。哎呦，真是急死人了！哇，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！站住！你不能出去，你要出去了，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。交代什么？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我也不想见你。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你的命可是我救的。谁稀罕呢？哼！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魏豹，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。哼，你跟我还挺像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来不管后果。跟你，哼，差太多了吧？你是贵哥的妹妹，我只是个乞丐而已。你是乞丐的妹妹。哎，我可警告你啊，你可别跟魏豹说我是个女的。我刚刚不就没说吗？我要想说，我老早就说了。那这样说起来，
我还欠你个人情喽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这人真有意思啊，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，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。没办法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。我从小无父无母的，是我哥把我带大的。那我哥呢，又是丐帮的帮主，所以呢，哼，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，他们呵护我，疼我。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。你告诉我，我哥在哪儿啊？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？哼，我可没他那么笨，那么傻。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，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，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。怎么了？我哥到底在哪儿啊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？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。工地的工头大哥说，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，早就走了。好啊，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。这个死工头，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嘛？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我也在想啊，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？我也在想，我哥不在工地。他会去哪儿呢？不如这样好了，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，我好帮你去找你哥。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，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？哎呀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，他凭什么扣留我？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，他没有杀死你，或者把你送官严办，已经对你很好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就搞不懂了，你为什么帮他说话，又跟他这么好？哎呀，我不想跟你说了，你走吧走吧。你好歹也吃点嘛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，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。你好歹就吃一口嘛。你就吃一口呗。算了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就吃。好吧，我就吃吧。不过你记住啊，我是给你面子，我是给你面子啊，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，这么说，薛平贵应该是死了。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。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小菊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大小姐。龙哥，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？这个嘛，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，你就实话实说。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，应对不卑不亢，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，是个难得的人才啊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抛开他的身世，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。就是因为他的身世。龙哥，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？哎呀，娘子啊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，入赘到了相府吗？
啊？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？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，这个薛平贵啊，现在尚未有功名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。唉，你知道，岳父他从不着白丁之婿，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，恐怕比登天还要难。龙哥，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，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。可是，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？我看她呀，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。这个恐怕不成，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。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，魏虎又向岳父进言，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，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。龙哥，彩楼不是你监工吗？你想想办法，至少让他进呢。让他进去倒是不难，只是他这身衣着……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。娘子啊，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，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。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，他也断然不会接受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！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，朝廷又尚未放榜，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，倒也好说话。龙哥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，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。反正我不管了。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，你就帮帮他，至少让他进去。就像三妹说的，成与不成，全凭天定。这个……哎呀，龙哥，你就帮帮他嘛！好，我答应你。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，一定会感激你。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？娘子，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，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？这周大夫也真是的，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？就连药都舍不得。伟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正所谓人在人情在，人亡人情亡啊！哎呦，汪你个头啊汪！哎，你说说你，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，你这分明是周老大死嘛！哎，没，伟哥，咱们今天还要跳啊？跳！跳个屁呀跳！老大又不在，那歌词儿和舞步，我到现在都记不住。再说了，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，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，咱们才有钱赚。那伟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哎，你们都过来！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呢，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，都要一点钱，知道吗？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，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。好，走，走。大猫，滚！大猫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们这块地盘，我们大猫帮吃定了。对，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。你说什么屁话？我告诉你，长安城这块地盘，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。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。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。马上给我消失，不许再出现！你凭什么你？凭什么？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，就凭你张伟带这几个虾兵蟹将，
能把我怎么样？围起来！为了老大，还有二哥，我们和他拼了！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。张伟他们去乞讨，我堂堂一个男子汉，怎么能在这躺着呢？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、照顾着？奇怪，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。大哥呢？为什么这2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？坐。哎呀！怎么了？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。都怪我没用，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。